大家好，今天再来介绍一个新的虚拟卡，这个是尼日利亚的一款虚拟卡，叫 Chipcard。Chipcard 呢，介绍它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搞那个尼日利亚区的卡。尼日利亚的货币单位呢是赖拉，赖拉呢现在大概$1可以换1588，就反正1500、1600的样子的赖拉。大家可以看一下尼日利亚这个汇率的走势。其实到最近的一年，它是在下跌。其实从最近5年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直到最近这一年，基本上是一个断崖的下跌，所以它汇率已经非常低了。再加上呢，尼日利亚的那各个区的一些数字产品的价格非常优惠。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Google One 的话，个人的，因为我是买的，个人的话只要950奈拉，950奈拉也就是差不多0.6美元，也就几块钱人民币，也有可以订阅2T 的或者别的版本。它的价格相对土耳其区来说呢，也因为土区的和阿根廷区的现在都在涨价，所以尼日利亚区的现在就比较便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potify 它的个人的单账户的一个月只要900奈拉，也就是几块钱吧，0.6美元左右。它是可以一次性购买全年的，一年大概是9000奈拉，那也就是说不到6美元，674，也就是一年40多块钱。就个人用户，它的家庭用户现在也比土耳其区要便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个 YouTube 的用尼日利亚区的，它来订阅那个 YouTube 的 Premier 账号呢，个人组的是1100奈拉，也就不到1美元，家庭组的也就1美元多一点点。这个价格是相比土耳其区也是优惠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比如亚马逊的 Prime Video，包括 Netflix 那个页面好像关掉了，反正总之吧，它这个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但是呢，因为尼日利亚区呢，在注册的时候呢，需要2个条件，第一是要搞一个尼日利亚的 IP。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去搞定，因为很多它的订阅服务是锁卡的，也就是说你虽然换了尼日利亚区的 IP， 还要用尼日利亚的卡，所以说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 Chipcard 就派上用场了。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卡的具体使用和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卡。现在是登录到这个Chipcard 这个 APP 里面，大家要下载的话呢，就是要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苹果的 App Store 去下载它的一个 APP。然后这个账号的获取呢，因为它的注册比较复杂，又是需要尼日利亚人的资料来认证，所以说可以大家在网上去购买。如果需要这个卡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大家看一下视频下方的群里面有一些卖家去提供，价格也不贵。我们主要是现在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要用途。那它这个卡呢，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它是分2种货币的，一种是尼日利亚的奈拉，一种是美元。那你可以2种之间来切换，刚才是美元现在已经切换到那个奈拉去了。然后呢，它的卡呢也是分为2种的，你可以开2个卡，一个是就是说在你这个账号实名验证之后，大家应该是获取的卡应该都是验证过的，注册成功的。然后它就分为这个奈拉的卡货币单位和美元的卡。那一般呢是用美元。为什么要对我们中国的用户来说呢？为什么要用美元呢？美元的话的好处呢就在于它就说2种卡的话，你消费的时候它也是认这个卡是尼日利亚的卡头，尼日利亚的卡。但是呢，如果是美元的话呢，你在入金就是充值的时候会方便。你看点上方这个 Add Cash 就是充值。那充值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那个 Digital Dollars， 就是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呢，它是支持3种的，一种是USDC， USDC 它也是支持4个网络，分别是以太、马蹄的
然后我们用的还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波场的这个链。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PayPal 的它是只支持以太，这个我们用的比较少。我们转账比较多的可能都是用在那个 USDT 大家转账的就用第二个这个马蹄，这个马蹄这个链，这个链的话就比较转账手续费比较便宜，它就是充值比较方便。当你用 USDT 充值进来以后呢，就在你的那个 Your Balance 这个账号上就显示了你充值的美元。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转化，如果你开的是赖拉的卡，那你可以把美元换算在这边转化成赖拉。但是因为我们只是用来刷那个离区的那些数字产品，所以没必要，我们只要用那个美元的卡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卡呢，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转账。这边下面有一个 transfer 呢，它有一个选择给尼日利亚银行，那 NGN Bank， 你给尼日利亚的其他的银行账户去转账，你只要选择一下它，比如说你的，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是唯一尼日利亚区可以支持数字货币充值的，其他的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卡，它的电子钱包呢是必须充值用尼日利亚的货币，也就是说你要用一个尼日利亚的银行来给它充值。那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所找 C2C 找尼日利亚人来给你充值，另外其实通过那个Chipper Card 这个 card 也可以是转账的，这个就比较方便。也就是说你有了其他的，因为我们以后还会来介绍很多其他的尼日利亚卡，然后有了其他的尼日利亚卡的话，你充值就可以用当然你小额，因为它这个充值的费率肯定是没有那个交易所好的。因为最近发生一个事儿，就是尼日利亚政府把那个币安的高管在尼日利亚抓了，然后币安呢也宣布在尼日利亚就是暂停了那个赖拉的货币的那个交易。所以呢现在那个在币安的 C2C 上是看不到有赖拉这个货币的，但是没关系，因为其他的交易所比如 BYBIT 啊等等，其他的还有很多交易所上面只要支持那个 C2C 的都还有赖拉的交易，所以说大家充值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只要有一个外区的交易所的账号。然后消费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卡号这个卡输进去，刚才的那些什么你要刷的离区的 Netflix 啊 Spotify 啊，还有那个谷歌云啊等等，它这些锁卡服务的都可以。而且呢这个 Chipper Card 也是可以绑定苹果的，但是这个比较悬，有的好像绑不成功，有的是绑定可以成功的，可能大概率是要注意一下。一个是你账号是不要太新，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使用这个卡使用这个 APP 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尼日利亚的 IP， 但是你在注册相关的尼日利亚的服务的时候肯定是要用尼日利亚 IP， 否则的话它不会显示是它的货币单位不会是赖拉，那你就没法消费成那么低的一个价格。然后它这个卡呢是转化每一个月好像是要扣$1的手续费，这个也是你持有卡的一个成本。总体来说呢，这个现在因为尼日利亚区相对于其他的土耳其区和阿根廷区就有点价格优势了，尤其是土耳其区在涨价那么多次以后，尼日利亚区就相对作为一个可能用的人也比较少，来薅羊毛的人比较少，所以可能他们各个官方都还没有注意，所以这个区呢现在是比较便宜。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卡呢，可以去刷一下，我们群里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还有就是我看群里的有人讨论，就是 ChatGPT 的话，如果用尼日利亚区的话，好像是便宜一半吧，价格是比正规的用美元买的话要便宜很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吧。这个卡主要就是这些，大家如果想使用这个卡来刷离区呢，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去讨论。
也有一些卖家在提供这个服务。群的地址就在下方。虽然是我们这个群是讨论土耳其，但是其他的比较低价格的那个虚拟卡我们也讨论。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请大家点赞关注。如果觉得这个信息有用呢，也给一个小红心。谢谢。